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5年的12月23号，今天是星期二，每周二是我们的说故事时间。那么今天我们来说一则有意思的故事哦。好，那么来听老师的直播课，记得帮我点赞支持老师。你也可以成为我的会员，支持老师的工作。好，那么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故事是什么呢？好，今天的故事叫做穷人与富人。好，穷人就是没有钱的人，没有钱的人就是穷人。你觉得你是穷人还是富人？富人就是有钱的人啊。那我觉得只要你赚的钱够你吃饭，够你买新衣服，你应该就是应该也称不上富人，对不对？也称不上穷人。其实我们都是一般人，对不对？我们都是 ordinary people。我们不是穷人，也不是富人，大部分的人都是一般人啊，大部分的人都是一般人啊。好的，那么我们来看看穷人跟富人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好，从前有一个穷人和一个富人，他们是一对好朋友。好，那如果你跟另外一个人是一对好朋友，那么你们的关系一定很好。你们了解彼此，你们喜欢跟对方作伴，这个就是好朋友啊。对，我们是平凡的人，一般人，平凡人。对，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平凡人。其实呢，平凡人就好了，对不对？做平凡人就是很幸福的事情了。不要当有钱人，有钱人的烦恼其实很多。也不要当穷人，穷人的烦恼也很多啊。我们当一般人就好了。当一般人多快乐，钱不要赚得太多，也不要赚得太少啊。好，那么我们看看这一对好朋友发生了什么事啊。好，有一天，穷人和富人一起走在路上，天气很热，两人都很口渴。好，那穷人跟富人呢，他们一起走在路上，天气很热。如果天气很热的话，表示气温很高，你会流汗。而且呢，如果你没有喝水的话，你会觉得很渴。好，这里你可以说很渴，或者是很口渴，甚至可以说口很渴。哇，我们这个讲 thirsty 有很多说法。我很渴，我的口很渴，我很口渴，都可以哦，都可以哦。好。OK，Hello，好多同学我看到 Hardwin、Alexander、艾云、裴静、佩霞、蓝墨、慧君、秀珍、白兰，还有乔马，欢迎大家还有很多同学，我不晓得你们叫什么名字欢迎你们。好，那么穷人呢，跟富人他们走了很久，他们没有带水在身上，嘴巴很干。脚步也越来越慢。自己人不一定是好朋友自己人是表示跟自己关系很好的人可能是同事，可能是家人，也可能是朋友。所以自己人的意思表示是跟你关系比较亲近的人可能是同事、朋友或家人圣诞节还没有到吧？有人说圣诞节快乐，2天后才是圣诞节，对不对？明天呢？明天晚上叫 Christmas Eve， 中文叫圣诞夜明天是圣诞夜对，后天才是圣诞节呀，对不对你们好着急好，他们没带水在身上，所以他们很久没有喝到水了，嘴巴很干。如果你很久没喝水的话，你的嘴唇可能会干裂然后呢，很不舒服，喉咙也会干，你的喉咙也会很干，对不对？嘴唇，什么叫嘴唇？就是你的 lips，嘴唇
我们有上嘴唇跟下嘴唇，对不对？嘴唇是干什么用的？接吻的时候可以用嘴唇，对不对？那你如果有时候冬天很干燥，或者你很久没喝水的时候，你的嘴唇会很干，干裂艾云问说，圣诞节有课吗？是啊，有课的，老师是不休息的只要老师没有生病，我就会上课好，对，嘴唇这个叫什么？舌头 tongue 舌头嘴唇受不了，对，他们就是因为太热了受不了OK， 圣诞节有课平安夜可以，你可以说圣诞夜，也可以说平安夜就是 Christmas Eve。一般来讲，我们会说圣诞夜圣诞夜。对，舌头好，那这个是耳朵，眉毛 eyebrow 眉毛，还有呢鼻子、眼睛，这个你们都会好的。上嘴唇、下嘴唇好，下巴，对，这个下巴乔马说这个下巴下巴有的国家 for Christian 基督徒的圣诞节是比较早吗？真的？Blunt I don't really know。 OK， 基督徒 Christian 基督徒的话圣诞节比较早睫毛 eyelash 睫毛，眼睫毛，可以说眼睫毛，也可以说睫毛，就是这里睫毛eyelash。皱纹，如果你有年纪了像女生这里会有鱼尾纹、皱纹，年纪大的人这里会有皱纹就是 wrinkles 皱纹。对，睫毛或者眼睫毛还有哪里你们要知道的？脖子、额头 forehead 额头这里这个英文没有这个词吧？这个地方叫人中这个地方叫人中gray hair 是白头发，中文叫 white hair 白头发，年纪大的人会有白头发 white hair 白头发。额头人中这个地方叫人中好，那么我们往下看。忽然他们看到路边有一口水井，心里十分高兴，快步走去。好，那么水井这个就是井，一般你可以说井就可以了，你也可以讲水井都可以。那注意它的量词是口，一口水井或一口井也可以，一口井好，那当然他们很久没有喝到水了，看到水井心里一定十分高兴，快步的走去快步走去好，有人说尽管圣诞节还没有到，但12月的时候还是有圣诞的感觉。对很多人来说12月是最快乐的月份，对不对好，我们往下看好，妇人从袖子拿出一个金杯，杯子全部都是纯金打造的，闪闪发光。好，那各位同学，妇人呢，她要喝水，她一定要拿杯子，对不对？那妇人从袖子，这个是袖子 sleeve 袖子，妇人从袖子里面从袖子里拿出一个金杯，从袖子里拿出一个金杯什么叫金杯？就是纯金，金子用 gold 金子打造的 built forge 打造的，所以这个金杯呢全部都是用金子或纯金打造的，哇，闪闪发光，金子一定会发光，对不对那个 bright shine brightly 闪闪发光 glitter 对不对好，那如果你不晓得什么叫金杯，就是这样子纯金金子做的杯子，打造的杯子好，那表示妇人很有钱，她的杯子不是我们一般的杯子，她的杯子呢是金子打造的，果然是有钱人，对不对好，
你们有没有金杯？应该没有。理查老师的杯子不是金子做的，我不是富人，我不是有钱人啊。好，那穷人呢？穷人也要喝水，所以他也要拿出杯子，对不对？穷人拿出一个老旧的墓碑，老旧 old 老旧。如果东西老旧了，表示呢它已经很多年了，很久了，所以它可能已经有一点破损，或者不是新的，不是新的哦。对，现在金子的价格很高哦。乔马有很多金杯啊，哇，乔马是有钱人。我想要更了解乔马，我想要跟乔马做朋友啊，所以乔马跟我联系，因为他有很多金杯，送我一个吧。大部分的人的他们的杯子都是玻璃做的或瓷做的，对不对？那有些阿拉伯的这个沙特阿拉伯的人很有钱，他们家里所有的家具都是金子做的，金马桶，还有呢金椅子、金桌子，哇，好有钱，很羡慕他们，对不对有一些这个沙特阿拉伯的人真的很有钱啊，老师希望多认识这样的朋友。好，那么穷人他没有钱，所以他没有金杯子，他只有一个老旧的墓碑。金杯是金子做的，墓碑当然是木头做的，木质的啊，上面还有一些裂痕。好，各位同学，裂痕是一个很重要的词汇。裂痕就是东西上面呢有一些裂开的地方然后那当然表示这个东西不是很好，它可能被撞到了，或者有一些破损好，上面还有一些裂痕。如果你不晓得什么叫裂痕的话，你可以看这张图片这个地方就是 crack 裂痕东西会有裂痕。好，那秀珍说她有金牙齿，金牙。秀珍我们说金牙就可以了，金牙一般来说应该是假牙，对不对？金子做的假牙金牙。有的人很有钱，他满口金牙，满口金牙。把袖子卷起来可以，没有错，很好的句子把袖子卷起来，非常好。好的，有一些人他的假牙是金子做的，金子做的，纯金做的金牙，满口金牙。富人一边装水一边得意的笑，穷人自惭形秽，低头慢慢把水装满。好，各位同学，富人呢一边 do something while doing another。Doing something while doing another， 这个叫做一边哒哒哒，一边哒哒哒，两个动作一起做这个语法点非常重要理查老师一边上课一边喝水他一边听音乐一边跳舞所以一边加上一个动作，一边加上第二个动作。好，那一边装水 fill the water， 装水一边得意的笑。什么叫得意的笑？就是你笑得很开心。得意的笑一般就是因为你觉得很骄傲， You're so proud， 哈哈哈，得意的笑。那富人觉得自己比较有钱，所以他很得意，他很开心。你没有钱，我有钱，所以他很得意他很开心，他觉得很骄傲，哈哈哈，我很有钱，所以他这种笑有一点是因为有骄傲的感觉，哈哈哈哈哈，得意的笑。什么时候你会得意的笑呢？比如说你得了冠军，比赛的时候你得了冠军，你会得意的笑。或者呢，有人觉得我的中文说的比你好，哈哈哈，得意的笑。可能因为你某一种能力比别人强，所以你觉得很得意。不一定是故意的，也不一定是不好，但是呢有一种自己觉得很 proud 很骄傲的感觉得意的笑好，那穷人他没有钱，他的杯子是老旧的，是有裂痕的，所以他自惭形秽，他自己觉得很不好意思。惭就是惭愧。好，谁帮我打一下惭愧 ashamed， 自己觉得很惭愧
self-ashamed， 觉得很丢脸，觉得很不好意思。我的杯子好烂哦，你的杯子是纯金打造的，我的杯子很旧，又还有裂痕，他觉得自己很不好意思，很丢脸，很惭愧。对，自惭形秽，形就是你的身体，你的 body shape， 你的 figure 啊，形秽，好像很 dirty， 秽就是脏的意思啊，形秽就是觉得自己的身体感觉不是那么好看，或者很脏，比不上别人，这个叫自惭形秽，就是觉得自己没有别人好，你觉得很丢脸，很惭愧，很不好意思，自惭形秽。你觉得你没有对方那么好，你会觉得自惭形秽啊，这是个成语啊。好，所以呢，他头低低的，他不敢看别人，会头低低的啊，慢慢把水装满，慢慢把水装满。Hello， 月莹，欢迎啊。好，宋平也来了，欢迎。好，那么我们往下看。穷人没有说话，却一直看着金杯，眼睛里满是羡慕。好，穷人没有说话，他没有说话啊，但是呢，他眼睛啊一直盯着，看着，盯着啊。老师刚刚用了一个动词非常重要，盯着。他一直盯着富人手上的金杯，哇，这个金杯一定很名贵，应该要用很多钱才买得到吧？他眼睛一直看着他，看着金杯，他的眼睛里满是羡慕。什么叫羡慕？就是你觉得别人的东西比较好，你觉得别人的生活比较好，你觉得别人说的中文比较好，所以你会很羡慕 envy， 你会很羡慕对方，别人都比你好，你会很羡慕哦。好，他犯了这个错误后感到自惭形秽。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用哦。自惭形秽应该是用在你跟别人比较的情况，你跟别人比较的情况。如果你跟别人比较之后觉得没有对方好，你会觉得自惭形秽。比如说一个乞丐跟一个有钱人做比较，乞丐会自惭形秽，他觉得他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也没有钱，他觉得很丢脸，不好意思啊。对，羡慕、嫉妒、恨。自卑感算是吧，自惭形秽是一种自卑感，自己觉得别人可能不觉得，但是你会觉得很丢脸，自惭形秽，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啊。好，那我觉得一定你跟对方的差别太大了，你才会自惭形秽哦。好，我们往下看。穷人的心里很痛苦，为什么人家那么有钱，我连喝水都比不上人家。好，穷人的心里很痛苦，为什么我的朋友他这么有钱，他的杯子这么好，他的杯子是金子做的，为什么人家那么有钱？为什么 why he is so rich 那么有钱，我连喝水都比不上人家，人家喝水是用很好的杯子，我喝水是用很烂的杯子，我连喝水都比不上人家。这里的连跟都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就是英文里面 even 的意思even 的意思好，所以呢，穷人心里很痛苦。有时候我们觉得比不上人家的时候，我们心里会觉得很痛苦。比如说，人家的老婆那么漂亮，我的老婆好丑是个黄脸婆，好痛苦。我好希望有个漂亮的老婆。你看这个林子的中文说的这么好，我的中文说的这么差，我心里好痛苦我好羡慕林子中文可以说的这么好。所以当你比不上人家的时候，你会觉得心里很痛苦，会觉得很丢脸，会觉得自惭形秽。有时候你会有这种心理特别是穷人，你真的觉得什么都比不上人家我们人有一种比较的心理，我们人常常会跟别人去比较，结果呢，中文有一句话叫人比人气死人。什么意思？你越喜欢跟别人去攀比，你就越生气，最后呢把自己气死了。这个中文有一句俗语叫人比人气死人，越比越生气，最后把自己气死了所以这个
不要比较，跟自己比，每天都有进步才是最好的。每天自己进步一点点，跟自己比较就好了哦，不然真的是人比人啊，气死人了哦。好，穷人呢痛苦了很久，他这种痛苦的想法持续了1个月啊，痛苦了1个月，老婆要他下田工作，他也爱理不理。好，这里有一些成语，我们看一下啊。他这种痛苦的想法啊，我比不上富人，我买不起像富人那么好的东西。痛苦的想法持续，好，持续表示一直发生，这件事情一直发生。OK，continue to happen， 或者我们说 to last， 好，持续了1个月，哇，好久哦。老婆要他下田工作，好，我们中文会说下田工作，就是在农田上面种田啦，种米啦，工作哦。以前的人都是在田地上面工作，种田种地，对不对啊？这个我们中文会说下田工作，它不是成语啊，不是成语，但是我们中文会说下田啊，就是去田地里面种米啦，种稻啦，种小麦啦等等，下田工作哦。他也爱理不理。好，爱理不理是一个成语，就是你不想要去理对方哦，就是你觉得对方不重要，他说的话不重要，你不想做对方说的事情，爱理不理。我们有时候听到爸爸妈妈在唠叨，你会爱理不理啊，好烦哦。爸爸妈妈真爱唠叨。什么叫唠叨 ？Nag， 谁帮我打一下？唠叨。爸爸妈妈最喜欢唠叨了，他会在你的耳朵一直念，要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哦，考试要考好一点哦，不要随便出去玩哦。爸爸妈妈喜欢唠叨啊，你会觉得很烦，爱理不理，你不想理他们说的话。当你爱理不理的时候，表示你觉得对方说的话很啰嗦，很不重要哦。好，爱理不理的，所以呢，他有没有去下田？他也没有去下田。你看这个穷人，老婆叫他去下田工作，他也觉得很烦，老婆很烦，他没有去做，哦。那为什么他没有去做？因为他痛苦的想法一直持续着，所以呢，他满脑子都是在跟富人去攀比，他没有心情去工作，他不想工作，他每天都在烦恼，我好穷啊。好，最后他决定去山里他决定去找山里的智者，希望智者能帮他解答。他满脑子都觉得很痛苦，觉得比不上别人，所以呢，他最后受不了了，他决定去找山里的智者。智者就是有学问的人，他能够解决你的问题。智者啊，聪明的人啊，智就是智慧 wisdom， 者就是人啊，聪明的人。所以他去山里找一个很聪明的人来帮他解决他心里的问题，解决心里的烦恼。爱理不理跟不在乎，对，差不多，我觉得差不多的意思。爱理不理就是不在乎，不在乎啊。月莹说爸爸总是对我唠叨，但是最爱的孩子还是月莹，对不对啊？好 ，OK， 那么希望智者能帮他解答。好，那么穷人遇到了智者之后，智者问他：你当初从水井里真正想得到的是什么？好，智者问他一个问题：穷人啊，你当初从水井里真正想得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好，那这个当初就是 at that time， 那个时候，当初就是那个时候啊。从水井里真正要得到的是什么？各位同学，你们知道答案吗？穷人当初在水井里，他想要得到什么？烦恼吗？是烦恼吗？
还是他想得到金子打造的杯子？还是他想得到什么？对，佩霞说的很好，水啊。其实穷人只是想要喝水啊，那怎么到最后变成了他烦恼1个月，他满脑子都很困惑，为什么我那么穷？为什么我那么穷？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烦恼了1个月。他要喝的是水而已啊，对不对？他想要得到的是水啊，最重要的是水，不是什么杯子，对不对？穷人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水。我当时很口渴，我跟富人走了好久的路，都没有水喝。后来发现了水井，我终于有水喝了。我那个时候当然想得到的是水呀。”好，什么叫不假思索？就是你想都不用想，你一下子就说出来了。不假思索 ，without thinking， you don't need to think， 不需要想你就知道答案了。不假思索这个成语很重要，把它记起来。不假思索不用去想就可以做出来的事情不假思索。好的。智者说：“既然如此，金杯和木杯都能让你喝到水，何必让比较的心折磨你呢？”好，智者说的这句话，你们听听看有没有道理既然如此 ，such being the case， 既然如此，如果是这样的话，金杯跟木杯它的功能都是一样的啊，就是让你装水而已。你不用在乎它是金子做的还是木头做的，因为你都可以用这些杯子喝到水，它的材料不重要，对不对？那何必？什么叫何必？就是为什么的意思。何必就是 why， 何必让比较 comparison 比较折磨你的心呢？你已经被折磨了1个月了，其实你只是想要解渴而已啊。所以何必让比较 comparison， 折磨这个词一定要会，折磨就是 torture。好，折磨就是你用各种方法让一个人不开心、不快乐，或者受到痛苦，就是折磨。你用各种方法让一个人不开心、不快乐，感到痛苦，就是折磨。有时候不是别人折磨你，是你自己折磨你自己。有时候我们人是这样的我们会想，哎呀，我们比不上别人，好痛苦，自己折磨自己自己折磨自己好，穷人一听，恍然大悟，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好，穷人一听，什么叫恍然大悟？哎呀，就是突然明白了suddenly realized， suddenly understood。 恍然大悟就是哎呀，你突然间明白了，哎呀，那种感觉，哎呀恍然大悟，我懂了，谢谢你，我明白了，恍然大悟。穷人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什么叫久违？就是很久没遇到的 long lost， 很久没有遇到的。有时候你遇到了一个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你可以说久违了，久违了，可以的it's like long time no see 的感觉，好久不见的意思。所以这个久违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打招呼的用语。久违了，哇，这个算是一个 advanced 很进阶的一个表达。遇到了一个很久没有见的朋友或同事，你可以跟他说久违了，久违了，就是 long time no see， 好久不见的意思可以这样说。久违的笑容就是他已经烦恼了1个月，他1个月都没有笑了，所以他终于又笑了，看到很久没有笑的，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的笑容了所以这个久违的笑容 long lost smile。 那为什么？因为他了解了原来我要喝的是水何必去比较杯子是用什么做的呢？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已经喝到水了，我已经解渴了呀
好，有人问说折磨跟欺负有什么不同？欺负我觉得比较像是 bully 的意思吧，欺负 bully， 折磨的这个强度比较大哦。如果你折磨一个人，你可能会用东西去哦，可能用一些刑具啊，刑具去折磨他啊。那如果是欺负，我觉得比较程度上没有那么严重，程度上没有那么严重啊。好，那么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题目。问题一：穷人和富人为什么要找水？为什么？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为什么要找水喝呢？好，答对了，很多同学已经把答案写出来了。因为他们走了很久的路，因为他们走了很久的路。有人说因为他们很渴，对，有人说因为天气很热，都可以哦，不一定只有一个答案，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答案。因为天气很热，因为他们很渴，因为他们走了很久的路，好，都可以啊。好，那我们表示 thirsty， 我刚刚说过有很多种表达的方式。我很渴，我很渴，我渴了，我渴了，我口很渴，我口很渴，我口渴了，我口渴了，我很口渴，我很口渴，这些都可以表达 thirsty。好，所以请你要记得，中文讲 thirsty 的方式很多很多啊。好，问题二。富人和穷人用什么杯子装水？可口可乐。乔玛，你很调皮。富人和穷人用什么杯子装水？好，你们这个Mandarin 说，如果穷人喝不到水，因为富人买了所有的井，我会更理解穷人的心情。对，好的。好，那我们第二题的答案很简单，对不对？富人当然因为他很有钱，所以他用的是对金杯，很好。那穷人他比较穷，他用的是老旧的墓碑，上面还有什么？那个叫什么 crack？ 中文怎么说？裂痕。穷人用的是老旧的杯子，上面还有裂痕。富人用的是纯金 pure gold， 纯金 pure gold， 纯金打造的杯子，而且还 shimmering， 闪闪发光，闪闪发光。一定要把这些重要的词汇记起来，那你上今天这堂课才有意义，对不对？裂痕、闪闪发光、老旧、纯金，这些词汇都要记起来啊。好，我们看问题三：穷人为什么喝到水却不快乐？穷人，老师用的是保温杯啊，这个中文叫保温杯，保温杯。因为它的温度啊，它可以保持温度，对不对？哦，我们中文叫保温杯啊，这个保温杯啊，保温杯啊。如果有裂痕啊，那乔玛因为有的裂痕没有那么深，它只是表面有裂痕，它没有裂到里面去，对不对啊？所以它的墓碑很老旧，但是它只有表面上有裂痕，表面上有裂痕啊。好，穷人为什么喝到水却不快乐？你们觉得呢？好，对了，有人说因为穷人去比较，对不对？很好啊。哦，你们尽量去表达自己想要说的意思。因为穷人跟富人去比较，所以他不快乐。但是呢，其实重点是水，不是杯子。我们只是为了想要解渴，并不是要去比较杯子的材料，对不对？哦，因为啊，我刚刚说过了，人比人气死人，所以富人为什么喝到水却不快乐？因为呢，他起了比较之心啊，人比人气死人，他越想他越不开心，他觉得自己没有别人有钱，他觉得
自惭形秽，对不对？他的眼睛一直看着妇人手上的金杯，他觉得很丢脸，很惭愧，他觉得自惭形秽。所以呢，这一题我希望大家把一些重要的词汇再回想一下。第一个，自惭形秽；第二个，对，羡慕，对不对？穷人的眼里满是羡慕，穷人盯着富人手上的杯子，眼里满是羡慕。所以人比人气死人，只要你跟别人比较，你一定不快乐。我们中文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绝对有生活的比你好的人，绝对有比你有钱的人，绝对有中文比你说的好的人，绝对有房子住的比你大的人。你如果一直要跟这些人比较，你一辈子都不会快乐的，一定有比你过得更好的人在。所以我们不要跟别人比，我们跟自己比就好了跟自己比就好了好，艾云说的很好，因为他被自己的想法捆绑了。这个表达很棒耶这个穷人被自己的想法给捆绑住了 ，limit 捆绑住了，把自己限制住了所以他就觉得我一辈子都是穷人，我一辈子都买不起金杯自惭形秽呀对，所以呢，这个故事老师希望你们想一想我们有时候真的不要跟别人过多的比较，我们应该要跟自己比就好了，不然你一辈子都会不快乐的好，来，我们来看今天的词汇：水井、水井、水井、袖子、袖子、袖子、装水、装水、装水。好，那么你到一家餐厅去，有一些餐厅呢可以让你一直去装饮料，你可以说装可乐、装果汁、装不一定是水，可以是咖啡、可乐、牛奶都可以好，那一般就是像这种感觉，在饮水机这里按个钮饮料或水就出来了，对不对有时候是饮料机，有的时候是饮水机好，这个叫装水好，那水井大家要会对，这个今天的故事就是知足常乐的故事知足常乐裂痕、裂痕、裂痕，恍然大悟、恍然大悟、恍然大悟，口渴、口渴、口渴。好，那今天的课就说到这儿，希望大家也想一想，你是不是常常跟别人比较呢？你是不是也常常觉得不快乐呢？中文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一定有比你更好的人，一定也有过得比你更不好的人。如果你去跟他们比较，你一辈子都不会开心，也不会快乐的。我们不要去跟别人比较，我们应该要常常觉得哇，我有家人陪着我，我有好朋友陪着我，我每天都有理查老师陪着我，我常常听理查老师的直播课，好多同学跟我一起学习中文，我好满足，我好快乐，我不需要跟任何人比较，因为我现在就是最富有的人了，我有很多无形的财富，我有很多很好很好的人陪伴着我，我已经满足了，我为什么要烦恼呢？我为什么要去追求很多很多的钱呢？我为什么要去买很漂亮很漂亮的衣服呢？不需要了，对不对？好，那么我们礼拜四见咯，圣诞节的时候见，大家早点休息，晚安，拜拜。